不好，他要召唤小鬼。在我出声的同时，耳边掠过一道细微的破空声，几道连续的刷刷紧随其后。站在对面的人闷哼一声，身体猛地抖了几下后，就痛苦地倒在了地上。那是子弹。我扭过头，震惊地看着身后的人：“你带了枪？”他却晃了晃手里的东西，想什么呢？警察哪会随便开枪？这是弹弓，还有特制的软弹。说完，无畏就绕过了我，轻松按住了那个正在挣扎、准备站起来的人。看清那个人的脸之后，也证明了我的直觉没错，他的确就是那天在医院停尸房见过的养小鬼的邪修。虽然不知道他后来是怎么逃脱的，但现在看来，他恐怕也是那个大师的人。那天在医院里，他也并不是真想收魂养小鬼，只是在替人跑腿，寻找合适的容器罢了。那邪修被无畏按在地上，十分暴躁地骂着脏话。终于被听不下去的无畏一拳打得没了脾气，说什么呢？嘴放干净点。我多少有点理解他的不甘心。2次落败都是被不讲武德的莽夫手段打倒的，引以为傲的控鬼术一点都没发挥出来。但无畏可不管这个，毕竟控住他的第一时间，无畏就已经搜了身，把他身上除了衣服之外的道具和符咒收缴得一干二净。这回他是真的没了反抗之力。我跟无畏一块把人捆在了椅子上，孩子被放在墙角，哭声微弱，但还有呼吸。我仔细检查，这才发现他的左手大拇指被刺破了，隐约有血痕。这地方太冷，我怕孩子冻出问题，开口：“吴警官，反正孩子找到了，我们先把人带出去再说吧。”无畏点头：“行。”正好这股怪味熏得我恶心。出了暗门，无畏立刻掏出手机。我先跟所里说一声，孩子找到了。我点头，看到他长按侧边键，才意识到他刚才一直是关机状态。您刚才把手机关了？他轻咳一声，怕找人途中一直响，打草惊蛇。看着他开机，直到半分钟后，我才意识到那句话什么意思。手机亮起来的一瞬间，屏幕上就有无数个对话框弹了出来，最上面的几条都来自同一个备注：局长。老吴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几岁了还跟我玩失联？这个案子特殊管理部门已经接手了，跟咱们没关系，你赶紧给我回来。我半天才回神，意识到看人家手机是不礼貌的，赶紧收回视线。无畏却不避讳，直接当着我的面拨通了局长的电话。对面吼的声音太大，连我都听到了。你违规了，知不知道？而且上面都说了这个案子很危险，你才从一线退下来，能不能好好休息啊？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都对不起国家给你花的手术费。无畏表情淡定，只说了一句话：局长，孩子找到了。对面的人一顿，似乎意识到了他油盐不进，说：算了，你赶紧给我滚回来写检讨，路上注意安全。电话挂断，我却觉得过意不去。抱歉，吴警官，我不知道这件事会给你造成麻烦。他摆手，轻描淡写：没事，我也是前线退下来太久没活动筋骨了，手痒。而且都答应孩子妈妈了，不能让人失望。我想道谢，还没想好说辞，就听到了嗡的一声，是不是徐子恒发的消息？我心里一颤，用最快的速度摸出了手机，但却发现屏幕上空空如也，什么都没有。吴畏也摇头，表示他没收到新消息。我俩这才同时把视线定在了吴畏刚才搜身搜出的那个手机上，屏幕还没熄灭，上面赫然有一条刚刚发进来的新消息提醒：现在出发，道长让你先把孩子带过来，仪式提前了，别误了时辰。道长，时辰那些人的做法提前了，说明徐子恒没能阻止他们。我心里一沉，越来越担心他的安危。怎么了？吴畏看过来，我问吴警官，你能不能在不引起大动静的前提下包围一个地方？你想包围哪？可以是可以，但这种需要出动大批警力的行动，需要提前针对抓捕对象进行战术部署。我拧起眉心，能不能稍微快一点？我朋友很危险，我需要你先说明是什么性质的案件。我想了想，回答：刑事案件。听完我的计划，吴畏表情凝重了起来。你有确凿的证据吗？或者是否能保证每一句话都属实，
并愿意承担一旦谎报案情需接受的严峻惩罚。我愿意。吴畏思忖了几秒，点头。你把地址告诉我，我现在就把孩子送回所里，然后帮你立案。但你要知道，动用如此庞大的警力不是儿戏，需要更专业的评估定性。我也不能保证具体的出警时间。谢谢您。有警方支持，那抓到人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。至于时间问题，您放心，我现在就假扮成那个邪修过去拖延时间。吴畏点头同意了，之后跟我一起扒下了那个邪修身上的衣服、鞋子和墨镜。那老头比我矮，我得佝偻得更厉害，才能弥补这点违和。发型则通过戴帽子遮掩。为了逼真，我还刮了他的胡子，用糊指人的胶水粘在了我脸上，差点没把他气疯。不过好在仔细伪装之后，不仔细看，确实找不出太大的瑕疵。吴畏打了辆车，带着孩子回了派出所，但我把那床被子留了下来，让他用衣服裹着孩子。一切准备好，那个邪修的手机又来了一条催促的消息：到哪了？我敲字回复：路上堵车，还需要时间。快点，道长派人在路口等你。我压制住心中的紧张，在路边拦了一辆车，报上了地址，怀里抱着裹满了纸钱的小被子，因为担心露馅，哪怕司机看了我好几眼，我也没敢跟他交流。与此同时，我在心里构想了无数种可能遇到的状况，心绪纷乱。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接下来的事情很危险，必须得谨慎应对才行。到达目的地附近，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。到了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打开了车门，但没想到刚下车，就有人小跑着迎了过来。您快点，道长等半天了。那人穿了件蓝色短袖，体型微胖，一张胖脸在阳光下油光锃亮。不是陈喜又是谁？我心里一抖，但好在他粗粗扫了一眼，并没认出我来，只能把身子佝偻得更低了些，跟在他身后，朝着那栋凶宅正门走去。说是凶宅，但那房子其实建得极其漂亮，带游泳池的独栋，光院子就比得上一片小公园，顶层还有一片区域不小的仿真沙滩，露天，周围并排放着3顶遮阳伞，连躺椅都一应俱全。陈喜目不斜视，直接带我走进了那间豪宅，而室内的装潢也果真配得上奢华的游泳池，纯白的地毯，风格统一的壁画，只是一间客厅就大得令人啧舌。不过屋里虎视眈眈的视线太多，抵消了豪宅的冲击。7、8个穿着黑衣服的人垂手靠墙站着，站位刚好堵住了每一扇能逃脱的窗户，而且房间中央的家具被推开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深棕色的祭祀桌，桌边是用红绳布下的阵法，香炉里燃着3炷香，但却找不到被祭拜的对象。穿着深灰色道袍的男人背对着门口，盯着钢琴旁边的人看。我抬头朝那边看去，一眼就认出了那个手脚皆被绑住、被迫跪在地上的人，就是徐子恒。他的手机就扔在脚边，屏幕上裂痕密布，怪不得没回我消息。那穿道袍的人身形一动，转过身来。哦，来了，显然是对我说的。怕引起怀疑，我赶紧低下头，含糊应了一声，不敢再左顾右盼，大脑飞速运转思考对策。对方人太多了，凭我一己之力不可能带着徐子恒全身而退，唯一的生机就是拖时间到警察过来。可问题是怎么拖，根本毫无头绪。因为焦虑，每走一步都像凌迟，几乎是挪到了那个人身前。但想好的理由还没说出口，对方就一脚把我踹倒在了地上。道袍男人40出头的模样，长了一张端正儒雅的脸，但表情却极尽玩味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腹部剧痛，那一瞬间，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被识破了。可他是怎么发现的？对面冷哼一声，抱着个没有生机的棉被卷，真拿本道长当傻子了。子恒，你这朋友脑子不太好啊。说完也不等徐子恒应声，手上轻轻一推，一股巨大的力量就朝我袭了过来，避无可避，几个翻滚撞在地板上，疼得像是5脏6腑都移了位。可这还没完，下一秒我的脖子像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掐着，活生生被扯到了半空。我感觉自己像条离开水的鱼，
拼命张嘴，但依旧无法呼吸，头皮胀痛，视线模糊，周围的一切都开始远离。我看到徐子恒大吼一声，朝我扑了过来，但却听不到他在说什么。这就是濒死的感觉吗？到彻底失去意识前，那股无法对抗的束缚感终于消失了。我跌坐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眼泪和嗓子里的刺痛感强烈的无法忽视。徐子恒背对着我，手腕上有绳子勒出的红痕，以及被符咒烧伤的水泡。穿道袍的男人嘶了一声，眯起眼笑得亲昵。子恒长大了，为了救人，连焚秽咒都敢往身上烧，看来这个人对你来说确实很重要。其实放了你俩也可以，只是你如果再继续捣乱的话，哪怕是看在师兄的面子上，我也留不得你了。徐子恒手里死死捏着一张防护符，沉声开口：“可你这是在触犯天道，再这么错下去，我也只能替师门清理门户了。”师叔，师叔，我终于被徐子恒这声称呼刺激的找回了理智。徐子恒的师叔，那也就是他师傅的师兄弟。那他师叔做的这些事情，徐子恒的师傅也都知道吗？那为什么还让我们过来？徐子恒又是什么情况？这是人家师徒联手布下的陷阱，还是徐子恒被蒙在鼓里？我脑子里乱糟糟的跑过好几个念头。那个道袍男人却好像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，语气恶劣的开口：“天道是什么？那玩意真的公平吗？如果天道真的公平的话，那你当初任由冤魂作祟，害死了那一家5口，就不触犯天道了吗？我的好师侄！”我勉强撑着地面爬起来，刚好看到了徐子恒听见这话瞬间煞白的脸。他似乎受了不小的打击，神情恍惚，手上的符咒眼看就要燃尽，他却一动不动，仿佛失去了痛觉。我看得揪心，当即也顾不上那些乱七八糟的猜测，哑着嗓子提醒子恒小心。他这才如梦初醒，手忙脚乱地扔掉了那张符。对面又是一阵嘲笑：“都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只会用符咒施法呀？真是废物，一点进步都没有。算了，时间快到了，我没空跟你浪费时间。”说完，又是轻轻一拨，徐子恒立刻被甩到了墙上。光是从撞击声就能判断出那一下有多痛，但他只是安静地砸在地上，带着满身的伤痕，彻底丢了魂。那道长见状，冷笑一声，转身就走了。我赶紧跑过去，把他扶了起来。“你还好吧？”他脸上的伤还在流血，却努力掀起眼皮。“小庄哥，你被程飞换走的命格已经回来了，跟我一起死在这实在可惜，所以你等会先走，我会拖住他们。”“你说什么？不是说好了等事情解决，我们再一起去找程飞吗？徐子恒什么时候帮我换回了命格？”徐子恒打起精神解释：“薛姑娘离开之前，我求她帮了个小忙。”“你让薛姑娘去恐吓她了？”“没。”徐子恒摇头，“我只是让薛姑娘实话实说，告诉程飞你2人签了名气，会拖累她的运势，稍微夸张了些，她就吓得自己想办法换回了命格。不过你放心，她不会再来打扰你的。换命是禁术，几次3番藐视天道，她之后的日子不会好过。至于薛姑娘主动入了轮回，名气自然也会解开。”我想起了薛姑娘离开时，徐子恒和她之间的小秘密，原来就是这个。回到当下，徐子恒说完那一长段话，艰难地喘了一口气：“小庄哥，对不起，都是我连累。”但没等他说完，我就把他拦了下来：“别胡说八道，当初是我赖上你的，要说连累，也是我连累你。”他摇头：“都是我的错，我当年确实害死了无辜的人。”我却很难相信这话。一个愿意豁出自己的性命救一个还未出生的婴儿的人，怎么可能会主动害人？但为了弄清楚原因，我也只能忍住想反驳的冲动，听他继续说下去。那年我7岁，还跟师傅一起住在山上，道观冷清，很难见到同龄人，每天的生活除了修炼就是吃和睡，我无聊的快疯了。直到有一天去河边抓鱼，我遇到了一个朋友，他叫小斗，但他已经死了，母亲改嫁，他被相看两厌的继母亲手推进了河里，活活淹死的。我很同情他，但同时也因他执念未消，不能去投胎而窃喜，因为这样的话我就有朋友了。但我并没想到，
有一天，他的继母会再次带着刚出生的孩子上山，向我师父求平安符。然后小斗察觉了仇人的气息，执念深沉，当场就失去理智，彻底成了恶鬼。按照门规，我该超度他，可我实在舍不得这个朋友，所以只用镇魂符暂时镇住了他。之后心怀侥幸，想等他继母离开后，再慢慢帮他恢复神智。我拧了下眉心，隐约猜到了结果，镇魂失效了。徐子恒颓然点头，他是彻底失了神智的恶鬼，镇魂根本封不住他。他逃离符咒之后，追到山上报仇，但因为失去了神智，根本分辨不出仇人是谁。失去了神智的恶鬼在山上肆虐，尽管徐子恒的师傅第一时间封了山林，但依旧有人不信邪，把道观的警告当成了危言耸听。那是一家5口，父母、爷爷奶奶，还有不到3岁的小娃娃，全都没能逃脱。尸体被发现的时候，死状惨烈。这就是徐子恒的心结，他害死了人。全部听完，我心里像压了一座山，闷得喘不过气来。之前在山上，他叫的那一声并不是师傅，而是师叔。他早猜出了始作俑者是谁，只是在自责，在犹豫。可徐子恒太善良了，把别人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还重要，却在还小的时候经历了这种事，因为自己的疏忽害死了无辜的人，当然会成为厚重的阴影，一直都放不下。也是因为这个，你才学不会脱离符纸的道术。师叔当年叛离师门，师父就曾说过要废了他的修为，避免为祸人间。但我自入师门开始，就一直是师叔带的，因为心软才会跟师父求情，因名气而死的那些人，其实都是我害的。我恍然，怪不得徐子恒的师父会说这是他的历练，也是必须度过的劫难。修道之人心境跟道术相辅相成，愧疚和自责压得徐子恒半点喘不过气来，心境受损，道法当然更难精进。我试探着开口：“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事其实不能怪你？怎么不怪我？我是修道之人，本来就该驱除鬼怪，保护其他人，都是因为我太糊涂，才……”没等他说完，我就打断了他的话：“等等，你说你是什么？”他愣了一瞬：“我是修道之人。”我叹了口气：“你自己也说了。”你是修道之人，只是个人，不是神。人性有缺陷，有弱点，会被情感左右判断，这都是无法避免的。而且你凭什么觉得只要开始修道的话，就能保证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正确的？他拧了下眉心，似乎想反驳，但我并没给他这个机会。徐子恒，你太幼稚，也太自大了。你凭什么把自己当拯救一切的救世主，而世上其他人都是靠你的拯救才能存活的芸芸众生？我告诉你，这世界上有太多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了。我们或许不够聪明，不够强大，遇到强大的对手毫无还手之力，但我们也是独立的、有思想的个体，足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，而不是由一个素不相识的神来替我们背负一切。我又叹了口气，放缓语速：“子恒，你太高估修道，也太低估我们普通人的力量了。”徐子恒呆愣愣地听着，神色恍惚。人群中央传来低沉的念咒声，声音越来越大，令人无法忽视。我问徐子恒：“他们在干什么？”孩子被无畏抱走，这会早该被平安送到派出所了。按理说，在失去容器的情况下，这场法术应该泡汤了才是。但我怎么也放不下心，总觉得自己忽视了什么重要的事情。忽然想起刚在密室找到孩子的时候，在他大拇指上发现的那个被刺破的血痕，脑子里冷不丁冒出了一句话：手印、签名，甚至一句承诺，都能作为签约名器的证据。完了，怪不得发现孩子是假的之后，那个人丝毫都不慌张，反气定神闲地羞辱我跟徐子恒。恐怕他早就拿到了孩子的手印。虽然不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，但直觉告诉我，如果不阻止的话，那个孩子一定会死。似乎察觉到了我的视线，徐子恒看清楚那边在干什么之后，也沉下了脸。那是锁魂阵法，缔结冥气的最后一步，我们不能让他完成。果然是这样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尽量保持冷静，压低声音开口：“我等会去转移他的注意力，你赶紧找机会砸了那张桌子上的东西。”
没用的。徐子恒摇头，神色越发凝重。即将成型的锁魂阵得用咒术才能破解。你身上还有没用完的符咒吗？没了。那怎么办？我身上没有纸笔，现在去找也来不及了。逼到绝路，只能故技重施，再咬破一根手指，却被徐子恒拦了下来。他看向我，声音很轻，眼神却格外坚定。小庄哥，不用那么麻烦。之后抬手捏诀，那具带着强大力量的咒术直接冲散了祭祀桌上空即将成型的锁魂阵，并没借助符纸，他的心结解开了。徐子恒的师叔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一幕，连神都还没回过来，下一秒就看到大批穿着警服的人破门而入。果然像无畏承诺的那样，门窗、露台，所有逃跑路线都被守得滴水不漏。那伙人通通落了网，一个都没跑掉。徐子恒也很意外，这时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人民警察是我们永远的后盾，这不你说的吗？他愣了几秒，也笑了，哥，谢谢你。嗨，别拿嘴谢呀。借我点钱吧，救救急。他跟着我的视线走，也看到了陈喜鬼哭狼嚎的被警察叔叔拽上车的场景。虽然陈喜被抓了，但他确实是我的顶头上司，简而言之就是老子失业了。锁魂案的涉案人员不在少数，好在警方并没懈怠，跟特殊部门联手一彻查，甚至翻出了不少多年未破的大悬案，用真相和惩罚害那些滞留人间多年的冤魂一个等候已久的公正。所以从警察局出来，我是忧喜参半。喜的是这些事终于解决，我也恢复了自由身；忧的是陈喜与公司上层都跟所谓的道长交往甚密，我在的直播平台彻底歇业，接受调查，而我也就此成了正儿八经的无业游民。正犯愁去哪找工作，徐子恒的手机就响了。喂，师傅。他声音惊喜，您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师兄也一块回来了吗？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，或许是称赞。徐子恒咳了一声，压住了笑意，没，都是小庄哥帮忙，也要谢谢您，没放弃我。啊，好，他在，我这就把电话给他。话音刚落，徐子恒就把电话递到了我面前。小庄哥，我师傅要跟你说话。我，徐子恒点头，师傅估计是要谢谢你。我接过电话，对面的声音听起来并不年轻，但依旧中气十足。庄宇小朋友是吧？您好，是我。你很不错。但对方说的下一句却并非我预料中的感谢。你愿不愿意拜我为师，共同对抗人类接下来要面对的这场浩劫？啊，什么浩劫？什么拜师？怎么听着这么突然呢？我愣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那个人不是已经被抓起来了吗？人类还能有什么劫难？而且我一个靠打赏过日子的主播，跟修道拜师这是八竿子打不着。徐子恒的师傅不会是在开玩笑吧？或许是察觉了我语气里的怀疑，对面反而放缓了语调，轻声解释：那个人虽然被抓了起来，但这世上的恶人和恶却并没减少，依旧有很多无法解除怨念的魂体被困在人间。我师弟触犯天劫，铸下大罪，也是因为他太愚昧，成了恶的傀儡。所以他虽然被抓了，但只要冤屈还在，那么那些恶以及恶的傀儡就都不会消失。放任不理的话，迟早会酿成大祸。对面的语气深沉严肃，即使隔着电话，也不难听出说话人的悲悯与忧虑。徐子恒站在远处看我，眼神很亮，且前所未有的坚定。鬼使神差的，我竟然点了头。之后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，这是在打电话，对方看不到。开口，如果能帮上忙的话，我愿意拜师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等会见面聊。电话挂断，徐子恒凑过来问我：小庄哥，我师傅跟你说什么了？你师傅问我愿不愿意拜师。他听见这话却猛地瞪大了眼。你同意了？别说他了，连我自己都有点懵。算是吧。刚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稀里糊涂就答应了下来。徐子恒却无奈：小庄哥，你被骗了。师傅每次想让我专心修炼，就拿浩劫当理由，但他口中的那场浩劫已经念叨好多好多年了，直到现在都还一点征兆都没有。他想了想，又说：
不过你之前不是说想找工作吗？拜入道门也挺好的。怎么，你们道士还包分配？那倒不是，但你学成之后可以跟我一块去摆摊。倒也不必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说出口的承诺总不能随意反悔。况且我总觉得徐子恒的师傅或许并没撒谎。想到这儿，我给沈鑫打了个电话。他弟弟的案子已经查清楚了，是被陈喜坑骗着签了合同，结了名气，在灭魂珠打入心脏后死去，连一缕残魂也没能留下。称不上好消息，但总得跟他说一声。电话拨通，我索性开了扩音，这样解释不清的地方可以由徐子恒来补充。事情说完，对面沉默了很久。就在我以为他深受打击，正思考如何安慰的时候，他却笑了一声：“不用安慰我，我想开了，我会好好活着，为了小龙，也为了对抗接下来人类的浩劫。之后就跟着师傅一起帮世间的冤魂寻真相，伸冤屈。”字字铿锵，正义凛然。但这话怎么听起来那么耳熟呢？过了几秒，我才回神，忍不住问：“你拜师了？”那边应得利落：“是啊，师傅说我天赋难得，不拜师可惜了。而且我师傅真的很厉害。”我跟徐子恒双双哑然，对视一眼，都笑了。沈鑫在电话那头追问：“喂，你俩怎么不说话了？”我开口：“没什么，就是子恒想告诉你，你被师傅骗了，或者说咱师傅